臣萧元启叩见陛下。元启啊，你母亲做了什么事情，已经有人都跟你说清楚了吧？是，臣清楚。先帝无子，唯有你父亲与朕是一母同胞。可他当年的罪行，祸及边境安稳，更是留下了数不清的血债，实在没有半丝可以宽宥之处。朕已经让人将当年先帝的处置诏书给你看了，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母亲是深宅妇人，向来以夫君为天，凡事只顾私怨，不顾是非。臣自幼受教于公学之中，究其所为，实在难以为他辩驳。可是陛下，母亲纵有千般不是，仍是缘起生身之母。还望陛下开恩，容臣迎回母亲尸首，重新入土安陵。元启啊，你母亲心怀怨恨，暗害淑妃娘娘，危及皇嗣。此罪行之所以没有株连到你，是因为你身上的皇族血脉，这一点你是否明白？侄儿明白。先帝的皇孙依礼，不该为逆罪之人安陵。你若是坚持让陛下给你开恩，就只能自绝宗室，两相抉择，取其一。你要认真的想明白。大伯父，陛下，母亲有生养之恩，父祖乃骨血之缘，二择其一，这让臣怎么选呢？臣实在不知该怎么选呢。好了，你不肯选，那朕来帮你选。你母罪无可赦，只能保葬远郊，不得立碑，不得进享。莱阳府爵降为3品侯。元启，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容你在府里待孝。3月之后，不可再谕旨。陛下已然施恩，元启，谢恩吧。小侯爷是打算不再哀悼母亲了吗？是啊，是我无能。不仅这福地能人人出入，就连我自己母亲的性命，我都保不住。你要是来杀我的，动手吧。杀你？我为什么要杀你？那个濮阳上师，那个关于大梁的将来，与小侯爷息息相关。杀了你就无法施展，你的性命宝贵得很。不管你们有什么计划，我都不相信。你们没有理由帮我。你好歹也是半个东海人，如果我国能因此而得利，这个理由足够吗？东海打算从我这里得利？只是现在的你，
还根本没有这个资格问这句话。你那日说，我的修为还大有可长进之处。如何才能长进？废物，起来！断了这个念头，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个机会。你要想寻死，趁早开口告诉我，也省得我冒险为你留在金陵。你的父母都是罪人，你在大梁朝堂之上，已经注定没有一席之地了。你当下唯一的希望，就是跟着我好好练武。起来！明镜，虽然平常把你交给我来调遣，但是这宫内的日常巡防，说实话还真用不上你。你要是觉得无聊的话，就找地方休息，有事我派人去叫你。荀大哥，令尊大人去世时，你几岁啊5岁，怎么突然想问这个？我习惯了有父兄护持，倒真的从没想过自己孤身一人的滋味。我知道，大家从小都宠着你惯着你，怎么还不满足啊？不是不满足，我今天去探望了缘起。他家里发生巨变，难免煎熬难受。不管旁人再怎么感同身受，关键还是要看他自己，他自己能否真正的走出来。但愿吧。可我今天说的有点多了，希望他不要多想。你放心吧，时间会抹平一切痛苦，我相信他一定走得出来，别担心。这个院子所有人都避之不及，你就算多停留些时日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。大梁皇帝只派了使臣随从回访东海，到时候必定要当面见我，确认我已经回国。再说金陵城绝非我久留之地，也确实该回去了。母亲在遗书中说，若从东海那边论起，我可以叫你表舅。可以。表舅放心，我一定勤加练习，绝不懈怠。濮阳英他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实力和耐心。虽然我们都在互相利用，但是这个濮阳英，他骨子里与你我不同。他可是毫无顾忌，什么都不在乎。他是很单纯的复仇者，你最好能明白这一点。明白。老王爷，内阁转来驿报，
袁术，你没说错吧？不是军报吗？不是，是异报。这朝中的异报转来我长林王府做什么？平章，说，是北燕使团名单。他们的五皇子这次要亲自来金陵。五皇子是北燕皇帝的嫡子，看来他们国内内战的情况比我们掌握的更加不妙。但朝中异报怎么能转到长林府呢？皇子出使，随行护护自然不能等同于一般。护送这位惠王殿下前来金陵的是北燕瀚海王的第3子拓跋宇。拓跋宇，瀚海界的传人。此人只有26岁，琅琊高手排名已是第5位。那个现在像是有了规矩似的，一看见琅琊榜中人，就转到咱们长林府来了。你说近来这个金陵城是怎么了？段同州莫兹侯拓跋宇，这琅琊高手一个接一个的来，倒好像是有什么人鬼使神差在背后安排，故意推动一样。故意安排，真有这个可能吗？袁术，平津在府里吗？好像出去了。东海的事一结束，这小子又闲逛去了。你找他做什么？安排些差事给他。北燕惠王和拓跋宇一行已过梅岭。是，师父。段先生的口信是这样说的。使团名单前2日才送到，他们就已经在半路上了。看来北燕的确有些着急呀。师父，是否要请段先生盯紧些？恰恰相反，惠王在路上不会有什么动静，拓跋宇又非等闲之辈，叫他们先回来，到京城附近等我消息。是。右手用力，用力。好，继续。肩膀要平啊，稳住，稳住。好。好嘞。哎呀！是不是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呢？不着急，勤加练习，自然会有长进的。哎呀！再来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那好。陛下，首辅大人奉诏求见，已在前殿等候。哦，对对，朕召他今日来回禀北燕之事，竟然给忘记了。自己来啊。唉，今年的地气暖呐，这满园的花开的真是好啊，满园春色。竟有些懒得动了。左右是你娘家的兄长，就传到这儿来回话吧。遵旨。是。哎，是不是好多了？你不是说你大哥给你安排了事情做吗？怎么还这么闲？没什么，我大哥说我认识的人多，让我搜了些与北燕相关的消息。你认识的人多？对啊，琅琊阁各地歌房的人，我可认识不少呢。
其实莫兹侯都来过了，拓跋宇算得了什么？不过我大哥呢，就是这小心周全的性子。拓跋家可是北燕第一名门，朝中亲贵。我以为按琅琊阁的规矩，瀚海剑是不能上榜的呢。拓跋宇只是瀚海王第3子，他没挂朝制。听你的意思，琅琊阁一心只答江湖事，想跟朝堂切割开来。可照这么看来，也是很难切割清楚的。俗话说啊，学成文武艺或卖帝王家，大多数绝世高手总是会跟各国朝廷挂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哪有那么容易分清楚？也不知道老阁主当初改这规矩的时候，到底受了什么刺激。北燕派嫡皇子前来和谈，开出的条件也诚意颇足。现在，这位武皇子已晋封惠亲王。按照我们大梁的礼仪，迎客应升一级，看看是不是让太子也来历练历练呢？好，元石这箭射得不错。谢父皇。你看太子才多大，且用不着历练。这日常的陪同，就让长林世子代行吧。是。和谈虽说不是军务，全由内阁主理，但既然由平章代太子接客，也不能什么都不知道。自今日起，和谈的进展内容，抄报一份送长林王府。是。你看，世子，这是今日内阁抄送来的。大哥，今日春色这么好，你也不陪大嫂出去走走？哼，你以为我是你的，那么闲？对啊，你怎么这么闲？我安排你办的事儿呢？都整理好了，全在这儿。既然你整理过，想必也都看了，对北燕如今的形势有什么想法吗？大势所趋啊，如同洪流破堤，非万军之力不可阻也。北燕朝廷想要挽回的机会并不多，现在就看这位新晋崛起的惠王殿下能不能稳住局面了。不过反正北燕怎么变，对咱们大梁也没什么影响。隔岸观火，是为上策。对了，平静，平静，我还有事要你办呢。二东家，孙统领，我还以为您不来了呢。说好陪巡防营弟兄们切磋的，怎么可能食言？请。这些是什么人？那些是关外7大马场的人，他们每隔1年来京城送一次年礼，因为远途而来不容易，所以一般要待到4月中才会回城。送年礼？送给谁啊？他们是给朝廷供应战马的，多少在京城有些人脉，年节走动一下也是人之常情。你亲自去他们住的福来客栈，给这些马场的人打个招呼。这里是天子帝都，不是关外，不要这种万马奔腾的气势。闯出祸来，不是给咱巡防营添麻烦吗？是。走吧，请。这就是内阁最终允准的条件。在他们看来，燕梁两国结盟，谈到这个条件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内阁远在京城，很多情况不如咱们了解。
倒也怨不了他们。可孩儿知道父王一直想要的是什么。眼下这个机会如此合适，绝对不容错过。师傅，长孙大人，怎么样？7大马场归城的日子定在了4月16。不知今年属下是继续跟他们回到关外，还是留在京城听候号令？北燕使团未到，京城走向不明。我们先等一等。是。这么晚了，你先去睡吧。这是明天上朝要交的，还得有一阵子呢。我不困，我陪着你。陛下，燕梁边境素以成乌山南岭为界，这次北燕主动提出撤军北岭，并遣驾郡主联姻，缔结约书，永不犯界，结永世之好。内阁以为我北境已有大于强敌，燕梁修好，可以缓清边境的压力，对我大有益处，还是请陛下允准。君卿如此一说，此事便涉及军务了。王兄怎么看？回陛下，燕梁修好，臣没有意见。至于北燕提出的条件，老王爷，联姻撤军，这条件很好啊。荀大人有所不知，成乌山南岭虽然以岭为名，其实坡度甚缓，无险可据，所以北燕的成乌大营本就在北岭，不存在撤军一说。陛下，抛开这虚的一条，北燕实际上只是打算嫁个郡主过来而已。臣不知陛下有什么意愿。哼，朕明白，北燕之使跟咱们来虚的，不就是想嫁个郡主吗？可以，但咱们要给他加个条件。这北燕现在内战，什么能拿得出手啊？说的是。陛下，我大梁的战马向来育种不易，不及大于北燕的品种雄健，而且大多由私家马场向西经叶秦购买皖西宝马，驯养后再统一供给兵部的，不仅耗资巨大，而且很难多代培育。臣以为，趁此机会，要求北燕提供500匹种马，在兰州水草丰茂之地，以朝廷名义开设马场，由长林兰州营代管，不需数年，情况便会大改。相关细务，臣预拟了一份，请陛下圣阅。好主意。内阁觉得呢？陛下，这战马归兵部统一调配，长林兰州营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只是建议，荀大人若是觉得指派谁比兰州营更合适的话，自可说明理由，向陛下举荐。朕不觉得由兰州营代管有何不妥。再说了，此等细务可以容后再议。
君卿啊，与北燕的商谈由你们内阁主理，方才长林世子所提，务必加上。遵旨。好了，父王，我临走前叮嘱小雪监管他呢，现在连小雪都坐不住，跑出去了，也难怪平静不耐烦。你15岁就帮衬着父王办事儿，他都21岁了还没个定性。你看，谁啊？我。父王，大哥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要是明天回来，你是不是也打算睡到那个时辰呢？我就眯了一会儿。再说了，大哥让我看的这些，全看完了。你看了？啊，好，说说。别的都没什么意思，但这个北燕的结盟条件，什么撤军北岭，这不是信口胡说吗？平章啊，是。今日朝堂上你我增加的条件，荀大人嘴上不说，其实是反对的。但是改良战马乃是对朝廷大有益处的事，内阁为什么要反对呢？内阁反对的是你奏折里提出了让兰州营代理战马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也许是为父多心了。朝廷自设马场，是。老王爷加了这个条件之后，内阁和兵部、户部一直在加紧商议之中。也好，让这些大人们先商议商议，我正好想想该怎么利用这个机会。你去看看关外马场的人住在哪家客栈。是。这是父王存放公文的地方，你小心些，别翻得太乱了。大哥，你想让我找些什么？朝廷历年供给军马的采购清单。看来父王说内阁态度奇怪，其实并不是多心啊。给你2天时间，这次不许偷懒。荀大人当心。啊，无妨，无妨。兰州营，星象艺术果然说的没错。上师此言何意呀？这次星象如此明显，不光是在下的白神坛，相信钦天监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，不过是没人敢说实话罢了。若是和荀大人私下里聊一聊，并无关系；但若是公开，在下绝不承认自己说过这话。将星太盛，其芒以亲自危，星数晦暗。此为凶相，那要看对谁而言。若是主将星之人来问，此相便是大吉。在下一直以修心、敬神为正道，向来不愿插言于朝中之事。只是深受娘娘知遇之恩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多言2句，今日可控马场，明日方能掌管粮仓，
陛下一旦习惯了所谓武臣不参政，岂不是成了一句空话？宣大人，告辞。上师留步。我听娘娘多次提起，上师见识高远，是可以信赖的人。而这眼下的时局，上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吗？封地里不好说话。在下乾天院刚刚采制了一批新的春茶，荀大人若有闲暇，可愿来品饮2杯？好，好，好。怎么样？大哥，全在这儿呢。这些是朝廷每年进行拨款的项目和数额，还有这些是各大兵营每年向朝廷所呈报的所需的军费数目，包括战马的数量。而这些是兵部记录的每年购买的各类军资，还有战马的数额。10之8九都是出自那7个马场。大哥，你看这里啊，这粤北草场的单匹马价格，竟然比我长林从大宛直接购买的宝马2种还贵。还有这儿，去年4进5市，竟然还分春秋2次买马。内阁之所以态度暧昧，难道跟这个没关系吗？是啊，大马场主、地方官员、户部、兵部，各方利益相关层层交织，又怎么能不投射到内阁？我们从这个角度深挖下去，一定能挖出些朝廷内贪腐的官员来。谁说我要深挖了？大哥，你叫我查这些，不就是要……我就是想要确认一下内阁反对我跟父王提议的原因。你也在这拘束2天了，把这收拾一下，去找朋友散散心吧。大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这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勾连，我们就置之不管吗？你想怎么管？地方行政6部职权皆为政务，我大梁的规矩就是武臣不参政。现在1来并没有出什么事儿，2来内阁也未明确反对父王的提议，3来未得陛下允准指派，我长林王府又有何缘又暗中监察朝臣？我以为父王应该可以。平静。正是因为父王有威望，有兵权，我长林王府行事才不能随心所欲。如果自己心中都没有约束，可以为所欲为的话，怎么能怪别人的看法是错的呢？长林王府的话虽然说得漂亮，可以内阁在意，可北燕会往入京在即，短短10日，内阁怎么可能会找到比兰州营更合适的人选？相信大人心里边也细细盘算过吧。北燕国开出的条件对朝廷十分有益，内阁根本就没有理由反对。说实话，老夫也觉得这500匹良驹十分令人心动啊，也不准备反对。比起将来太子朝堂的安稳大局，这些只是当下的小利。不过大人说的对，表面上的确很难反对，关键在于私下。私下为朝廷提供战马，这可是一笔很大的财源，眼看着就要被人切断，心里不舒服的人恐怕不止大人您。
我知道大哥说的话很有道理。我们长林府不是那封文奏事的御史台，手上没有监察百官之权，不能单凭感觉随意查扰朝廷官员。如果完全不顾职务所限，自己想查什么就查什么，纵然起心为善，但久而久之变成了府中特权，未免会坏了制度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明明已经有所察觉，却完全视而不见。其实根本就不难查嘛，马场的人现在全在京城呢，我们只要顺着这条线顺藤摸瓜呢，那就全查出来了。烦死了！只要是沾上这些朝堂之事，就难免有些矛盾的地方，有些看起来根本就无解。所以我才说，还是江湖悠远，舒服自在。府邸抽薪，阻止惠王进京。怎么阻止？据在下所知，7大马场的人最近都在金陵城中。上师的意思是借用马场之力？正是。可是与北燕的商谈内容是内阁的机密，不可泄露。万一被别人知道，承蒙娘娘恩宠，在下这乾天院信徒往来，其势尚算鼎盛，传递消息要比别处更方便。大人放心，绝不会让您沾手。燕梁修好，陛下已经同意，这既是圣意，也是大局。万一掌握不好分寸，引起两国的纷争，恐怕目前的北燕不可能与我大梁有任何纷争。宣大人，长林王府所加的条件，北燕平日是断然不可接受的。可您知道老王爷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吗？李谢，你算局外人，你帮我听听看。如果朝堂有朝堂的规矩，我们江湖自有我们江湖的做法。大哥不愿意监察朝臣，没问题，我算是半个江湖人，我私底下去查查这里面的蹊跷，应该不犯讳忌吧？这么听来，也算合情合理。但我大哥不让我瞎折腾，长林府里的人手我是调不动了，我一个人一双眼睛，我也不可能12个时辰都盯着不动啊。你不是说你认识的人多吗？我不可能派歌房的人去。我知道该找谁了。谢谢你。别磨蹭了，快点。走，客官，里边请。正如大人所料，各大马场在得到消息后十分紧张。昨夜在弗莱克站密谈时，属下只是稍加点拨，他们便坐不住了。明晚还会来2拨人马，相信到时一定能达成一致。不过，巡防营却一直在盯着我们。长林王府呢？没有任何动作，他们好像不打算要管。长林世子做事还真是谨慎呢。但是，属下昨天在弗莱克站看到了长林2公子。萧平清，正是。上师需要我等给他添点麻烦？不用，由他去。
怕的就是他不动。是。长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望。人间多邦，月竹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愿许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，烈酒当饮今生。气何曾远飞扬，千遍世界上，亮光苍一无声，看天道何时不由望？金层云凭雪浪，细叶都是心忙。来人归来这北方，春心春雪问长江，问好气何曾远飞。心。